金门宣布建立永久非军事区，能不能为两岸的统一创造新模式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少。关于中国统一的模式，目前存在着几种可能性：一是和平统一，这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模式；二是武力统一，单纯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；三是以武逼统，也就是北京模式。还有一些另类的说法，比如有人提出过治统说，李秀莲还提出过统合说等等。那么到底有没有新的既能行得通也较为合理的统一方式呢？最近台湾地区管辖的金门县玩出了一个永久非军事区的概念，算是有一定的开创性。据台湾旺报报道，金门县的议会发表了倡议金门成为永久非军事区等4大宣言，希望金门能从此远离战争的梦魇，确保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平安。这几大宣言中包括倡议金门成为永久非军事区，主张两岸的和平发展，以期能够远离无情之战火，确保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生活环境无虞。在金门县议会的宣言中，还强力推动金厦跨海大桥早日兴建，营造金厦特区生活圈，带动金门经济发展契机等等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一旦金门建立了永久非军事区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首先，为台湾的市县区在发生武统时避免遭到战火波及提供了可能。一旦成立永久非军事区，这意味着该地区不需要部署台湾地方的军队，也不必构建军事设施，而这样的提议只需得到中国大陆的认可，就能避免在可能发生的军事危机中被波及。第二，利用和平保台的名义，将民进党放在火上烤。对大多数台湾民众而言，维持两岸和平是最基本的诉求。金门县后续将向民进党当局递交陈情书，让台湾地区的所谓执政当局了解金门人的心声。如果民进党同意了这一请求，那么就能证明其提出的和平保台是真心的。如果反对，那么就等于证明民进党当局是在撒谎，立马就会被金门县的民意打脸。第三，成立永久非军事区的提法有一定的诱惑性，大陆需要有应对这类请求的准备，但短期内呢，不一定会有结果。如果金门县认同一个中国，民进党也被迫同意建立永久非军事区的要求，中国大陆也会提出自己的条件，比如要求台军撤出金门等等，这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台湾地区的区县有可能成功建立永久非军事区吗？这就要看事态到底如何发展了。首先，建立永久非军事区的前提条件是不得部署军队，相当于是让台军自废武功，台湾地区当局同意的可能性并不太大。其次，永久非军事区在事实上挑战了台湾地区当局所谓的主权独立的说法，建立军事缓冲区的主体不大可能是金门县，这件事等于在冲击台湾地区当局的执政权威，估计蔡英文听到以后会气炸。总体而言，金门县民意代表提出的设立永久非军事区的建议想法是好的，有助于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。不过也需要评估永久非军事区的适用性。如果大陆的武统计划是直取台湾本岛，并没有强攻外岛的意思，那么对于金门、澎湖这样的外岛，如果当地民众选择建立永久非军事区，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、可行性。所以如果台湾地方的县市能够提出这样的诉求，大陆完全能给予善意的回应，以进一步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力量的发展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由金门县提出的建立永久非军事区的设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，对于和平解决两岸统一也算是个有益的尝试。但是基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，再加上台军已经将金门打造成了军事堡垒，这样的想法能否成为现实就很难说了。不过只要中国大陆方面对这样的设想给予善意的回应，就能将民进党当局架在火上烤，这可能才是此建议和后续发展动态
最大的看点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